在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太阳照耀着忍者猫组织的基地。一只穿着蓝色忍者服的猫悠闲地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窗台上。这只猫就是我们的主角仓，它穿着一身蓝色的忍者服，正慵懒地打着哈欠，一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调皮的光芒。嗨呀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！也许我该去找几只老鼠来玩一玩，哈哈。突然，一个声音在仓的身后响起：“仓，你在这里呀？”仓慌忙坐直身子，转过头来，看见一只看起来有些严肃的老猫。这就是忍者猫组织的首领老猫头。哦，老猫头，早安，有什么任务吗？是的，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，请跟我来。任务有趣，希望不会太无聊，哈哈。仓跟住老猫头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，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地图和文件。仓，最近有一批猫奴隶被邪恶的狗头人组织绑架了，我需要你前去拯救他们。仓听完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。哇，这听起来真刺激！我立刻出发。记住，这次任务非常危险，你必须小心行事。放心吧，老猫头，我是忍者猫组织的骄傲，我一定能完成任务的。仓挥挥手，快速地离开了房间，准备踏上新的冒险。仓踏上了旅途，他独自一猫跳上了一列运送乳酪的火车，准备前往狗头人的基地。火车上坐满了各种动物，有兔子、老鼠，甚至是一只高傲的孔雀。仓找了一个角落坐下，准备好了一袋零食，正准备享受一下，突然，一只贪吃的老鼠从他身旁跳过来，抢走了他的零食。嘿，那是我的零食！仓嘶吼道，但老鼠早已逃之夭夭。仓只好无奈地坐在那里，一脸悲伤。火车突然停了下来，车厢里传来一片喧闹声。仓探头一看，发现他们停在了一个被绿荫覆盖的小站上，站台上聚集着一群看起来很高兴的猴子。嘿，你们是谁？火车怎么会停在这里？仓好奇地问道。一只猴子跳到他面前，摆出一副领袖的架势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快乐的猴子部落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派对。”仓无奈地看住四处跳跃的猴子，只能跟住他们一起跳起舞来，场面相当疯狂。离开猴子部落后，仓发现自己走进了一片密林，他不禁感到有些迷茫。他四处张望，但只看到了茂密的树丛和高耸的树木，完全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前进。正当他陷入困惑之际，一只古怪的鸟类飞过，留下一串诱人的水果，引诱着仓向着一条小路走去。仓不假思索地跟住水果的味道走，结果却迷失在了一片危险的沼泽地，陷入了泥潭之中。正当仓在慌乱中挣扎时，一只看起来像魔法师的兔子出现了，它手持一根法杖，冒出一团彩色的烟雾。嗨，小猫，看起来你需要帮助。兔子说道。仓感激地点点头。于是兔子用他的法杖施展魔法，将仓从泥潭中救了出来。仓感激不尽地感谢着兔子，而兔子则神秘地笑着说：“这只是个开始，小猫，你还有更多的冒险要面对。”仓感谢兔子的帮助，准备告别，继续前行。兔子挥挥手，神秘地笑着说：“好运，小猫，愿你的冒险充满惊喜。”仓向兔子挥手告别，然后继续踏上前方的旅程。走过一片茂密的森林后，仓发现了一条看似通往狗头人基地的小径，但当他准备往前走时，却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来自地底深处的低吼声。仓心中疑惑，小心地走进声音的来源。突然，一只巨大的魔鼬从地底冒了出来，挡在了仓的路上。魔鼬长相奇特，有着一对发光的大眼睛和长长的尾巴。它霸气地宣称：“小猫咪，想通过这里，那就先过我这关吧。”仓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哎呀，又来了个小麻烦。”他毫不畏惧，摆出一副准备应战的架势。仓和魔鼬展开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对决。魔鼬猛地挥舞着它的尾巴，试图抓住仓，而仓则灵活地跳来跳去，尽量避开魔鼬的攻击。他们围绕着一棵大树不停地旋转，场面异常激烈。突然，仓想到了一个疯狂的点子，他一边跳跃一边抓起一把树叶，将它们迅速地摆成了一个临时的篮子，然后将地上的泥巴捏成了球状。仓眨了眨眼睛，然后将球高高的抛了起来，用树叶篮子接住，仿佛在打篮球一样，将球投向了魔鼬。魔鼬顿时一愣，没想到对手居然玩起了这种把戏，一脸茫然。仓趁机发动了突袭，他突然举起前爪，大声呼喊：“忍术，猫分身之术！”接着，奇迹发生了，他分身出了好多个自己，一群仓在场地上迅速分散开来。魔鼬惊愕地看住眼前的场景，
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对。而仓的每个分身都拿着一个泥巴球，看起来准备了无数的攻击。忍术、泥巴与之术，所有分身同时向魔佑丢出了无数泥巴球，场面一片混乱。泥巴球如雨点般飞向魔佑，让他手忙脚乱，根本无法应对。魔佑被泥巴球砸得到处乱跑，在一阵泥巴球的连续攻击下，魔佑终于不敌而退。他嘶吼住，满身泥浆，转身就逃，留下一片狼藉的场景。仓看住逃跑的魔佑，得意的挥挥爪子，笑道：“哼哼，就这点实力还敢拦我？”然后他得意洋洋地继续他的旅程，充满信心地向前走去。仓继续前行，翻越树根，避开蟒蛇的攻击，最终成功抵达了狗头人的基地所在地。狗头人的基地位于一座巨大的山洞中，洞口上方高悬着一块巨大的狗头人标志。仓潜入了山洞，进入了狗头人的巢穴。在黑暗中，他听到了狗头人们的尖叫声和嘈杂的交谈声，但仓没有退缩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完成任务。仓越走越深入，终于找到了被囚禁的猫奴隶们所在的地方。他们被关在一个笼子里，一脸绝望地望着仓。仓准备展开救援行动，却在这时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声音。一只高大的狗头人守卫出现了，手持住一把巨大的骨头棍子，怒气冲冲地朝着仓走来。嘿，小猫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狗头人守卫大声喝道。仓一把抓起身旁的破烂笔记本，忍术、假装之术。他假装自己是来做巡查的。我是巡查员，我来检查这个区域是否安全。他用尽全身解数说服狗头人守卫，结果竟然成功了。仓等狗头人守卫离开后，立即展开了解救行动。忍术、开锁之术。他3两下打开了笼子，猫奴隶们纷纷跳出来，对仓感激不尽。仓领着他们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又有狗头人守卫出现了。仓和他们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追逐战。在经历了9弯18拐后，仓好不容易摆脱了狗头人守卫们，准备带着猫奴隶们逃脱。此时突然一声巨响，轰！有一个庞然大物从天而降。吼！是谁胆敢闯进我狗头人的领地？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嘶吼声，只见烟尘中隐约现形的是一只超大型狗头人。是狗头人首领。一旁的猫奴隶们惊呼道：“他的体型是一般狗头人守卫的2倍大，手持2只巨型骨头棍子，嘴里露出尖尖的獠牙与凶狠的表情，脸上及身上有各种疤痕，一看就身经百战，很不好惹的样子。他挡住了仓与猫奴隶们的去路。仓心里暗道不妙，这下糟了，竟然是狗头人首领。传说他曾以一狗之力拆了一整座城，并且发起镖来会无差别攻击，是个相当不受控的棘手家伙。仓赶紧指挥猫奴隶们躲在一旁，自己独自面对敌人，与狗头人首领展开生死对决。仓清楚自己在力量上完全不及对手，只能靠着冷静、忍术与智慧来战胜对手。狗头人首领挺身而出，2只巨型骨头棍子威风凛凛地握在手中，他凶狠的眼神盯着仓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随即向仓猛扑过来，手中的骨头棍子劈头盖脸而来。仓保持冷静，轻巧地闪避开来，利用身边的石块和树木作为掩护，避免受到直接的攻击。骨头棍子所到之处皆是木石粉碎喷飞，并且留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坑洞，可见其威力之大。仓一边敏捷地闪避住狗头人首领的攻击，脑袋一边飞速运转住，他灵机一动，忍术、猫影不知术。仓大喝一声，快速闪过狗头人首领的一记重击，身形如影子般迅速移动。他善用地形，利用狭窄的通道和石柱躲避敌人的攻击，时而出其不意地向对手发动偷袭。忍术、猫分身之术。仓突然画出几个幻影，令狗头人首领一时不知该攻击哪一个。在混乱中，仓找到了一个机会，用敏捷的身手躲过对方的攻击，并瞄准了对方的弱点。眼见机会来临，仓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最后的攻击。他施展出必杀技忍猫奥义银爪斩，瞬间他的爪子闪着蓝色的光芒，如利刃般划过空气，直奔狗头人首领的要害而去。狗头人首领惊恐的大叫，但已来不及躲避。一道明亮的光芒闪过，仓的银爪斩正中狗头人首领，将其击败。随着狗头人首领的身影倒下，巨大的声响在山洞中回荡。仓喘着粗气，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，而猫奴隶们则从远处走了过来，感激地向仓致意。他们一起离开了狗头人的巢穴。这场生死对决最终以仓的胜利而告终。仓带领着猫奴隶们平安回到了忍者猫组织的基地。众猫见到他们平安归来，纷纷欢呼喝彩，
向仓表示热烈的欢迎。老猫头站在基地的门口，微笑着迎接他们的归来。老猫头向仓伸出了爪子，表示高度的赞扬。仓，你做得太棒了！老猫头感动地对祝仓说道：“你不仅成功完成了任务，还保护了我们的同伴们，你是我们的骄傲。”众猫纷纷围着仓，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和感激之情，对他歌颂不已。这次事件随着猫奴隶们的平安归来而落幕。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太阳依旧照耀着忍者猫组织的基地。仓一如既往地趴在窗台上，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。仓，你在这里呀？听到老猫头的声音，仓的嘴角扬起一抹微笑。他知道又一次未知的冒险来临了，但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